装神弄鬼吗？你好，魏基。你好，李小龙先生。好，请吧。来。今天李小龙武术馆的馆主李小龙先生向威利基武馆馆主威利基先生挑战。其实这是一场友谊比赛，不是吗？今天由我来主持这场比赛，并由体育学院的教授伊诺山度先生做监督。比赛的规则是，只要一方使另一方无法再战，就为赢。听明白了吗？双方准备好，请吧，伊诺山度先生。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师傅肯定可以赢，你说对吧？
很不高兴，也很不明白。师傅，你为什么不把维利杰伊的喉咙掐断了呢？维利杰伊恨不得杀了你，他出手凶狠。他打布莱尔的时候，也够狠的。杰西，你懂什么呀？你该知道，师傅现在心里思考着多么大的事。和威利杰伊比武的目的是研究他的柔术，学习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为了打死他。杰西，假如今天布鲁斯真的杀了威利杰伊，那只能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我出了口气，往后威利杰伊的柔术大门就彻底向我们关上了。总之，我不明白今天的比赛真是太不过瘾了，师傅。杰西啊，那天当我看到布莱尔被威利杰伊打了的时候，我也想报仇。可是我静下心来好好一想，我们呢，也有不仗义的地方啊。今天的比武是涉及到武德的问题，绝不能将对手置于死地。哦，好吧，今天要是觉得不过瘾，我就带着你们去过一过瘾。去找韦杰伊，取他的柔术。你去那儿干什么？他对你那么凶狠，对你那么的不友好，你找他干什么？其实你不知道，这次他跟我比武，他已经手下留情了，这是你们看不出来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啊，别说那么多了，开车。哦。就在这里停车。那我先走了。好，你小心点啊。威利先生的柔术确实厉害。李先生，谢谢你，没有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我知道你是手下留情，让我略占上风。我明白，李先生，假如你全力以赴的话，也许我会爬不起来的。还有，最后落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制服了我。如果你真的使了双指扣眼术，我这会儿就成了瞎子了。我明白，你不是在和我比输赢，你的目的是为了认识我，或者说为了加强你的武艺，想见识见识我的柔术，是吗？没错，是这样。我现在跟各路的武术高手比武，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谁，只是想把我的武功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希望威利大师能够帮帮我。能把柔术传给你，将是我的荣幸。谢谢，非常感谢威利大师。
中国功夫再加上一些空手道。你想出来的？啊，是的。太厉害了！下课。小龙，小龙，教授来了。伊诺山度教授，我们见过面的。是啊，我就想知道一下，你那天跟威利接义比武的时候，你为什么手下留情？我不想为了输赢而失去和威利接义一起来探讨柔术的机会。哦，那可不可以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啊？您太谦虚了吧！我早就听说教授的武学造诣很厉害，却一直没有机会向您请教。过奖了。好，看招！果然很快，咱们再看看谁快。教授承让了。我输得心服口服。没有，是教授您手下留情了。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教授太谦虚了。这边请。请。教授，这里太简陋了，我们还是找个酒吧吧。哦不，其实我是个喜欢清静的人，这不是很好吗？喝点茶，聊聊天儿。好。这是我最喜欢的茶。的确很好喝。李先生，其实当你和威利接义比武以后，我就已经知道不是你的对手了。可我还是不甘心，想和你比试一下。看来今天的结果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其实我早就听说过教授的大名，我还听说，不但你的拳术非常好，而且您还精通各种兵器。那有什么用？今天我不还是输给你了吗？教授，您是从事理论教学的，能有这样的功夫，实在是让人敬佩。我只不过是年轻了一点，力气大一点而已。凯恩教授已经跟我说过你了。李小龙不光是学业出众，而且做人也很出众。你要创建自己的新拳种。我觉得武术必须博取百家之长才能够发展。我接触到一些拳术以后，就常常站在哲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武术现象。如果教授说我对武术有独到见解的话，那真是太夸奖我了。那你对武学发展有什么看法？不乐观。现在的武学越来越繁杂，越来越偏离了它的本质。简单的说，任何的武术、剑术、格斗技术，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战胜敌人。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说武术应该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把敌人打倒。而现在的武学理论，越来越把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化了，也就偏离了武学的本质。你继续说。我发现，现在武术界的各个流派互相排斥，闭门造学。我觉得这样就阻碍了武学的发展。小龙师傅，我必须向你表示道歉。原来我对你的看法实在是太片面了。这倒没什么。我师承咏春拳的大师叶大师，当年他就一直教导我，咏春拳的秘诀绝不可外传，特别是咏春拳里的庆拳，更不可以外传。对一个门派来说，或许有道理，可是我们武术界的人，这种相互防范、互不外传的做法，恰恰阻碍了我们各个门派的交流。
也阻碍了我们武术的发展。今天我在伊诺教授面前说的太多了，班门弄斧了。不，你说的很好。那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美国武术界的看法？自从来到美国以后，我看到各种武术的流派也都是在相互排斥。我原本以为只有在中国才会这样。我听说你们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天下乌鸦一个颜色。对，其实像威利接义这样的柔术高手，能够把他的柔术技巧传授给我，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你真的认为他是在向你传授柔术？嗯。李先生，还是谈一谈你的新体系吧。我真是不怕教授您笑话。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创立一个新的拳术，名字我还没有想好。它是在咏春拳的基础上，融合了各门各派拳术的长处，而形成的注重实战的拳术。哎，伊诺教授，来，您亲自来了，真高兴在这儿能见到你。没想到你会这么远跑过来。哎，布莱尔，要是早听你的话，我早应该来拜访李先生。是吗？我们一起到外面找个地方坐坐。哦，不，我看这样吧，今天已经很晚了，我想改日请你们到我的家里来做客。太好了，来，伊诺教授，这边请。詹姆斯先生，我真没想到李小龙的武功这么狠。你对中国人的看法有改变了？不，他只是非常特别的中国人。为什么你总是这样看中国人呢？不是我，是整个美国，美国人、欧洲人，特别是武术界的人，大家都这么看。不过他非常好。小龙，感兴趣吗？非常好，很有兴趣。是吧？为了弄这些东西，我几乎跑遍了世界各地，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太值了。是啊，小龙，不瞒你说，最近啊，我正准备写一本有关搏击的书。那天在你们武馆，你的那番讲解对我帮助不小。没关系，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们就一起讨论。我想，肯定对我的拳术也有好处。小龙，那天我买了一本有关中国道教的书，这个好像对搏击也很有帮助啊。我想听听你的理解。当然可以了。我们道家的思想就是无为而治，讲求的是用辩证的眼光来看世界。比如说，这个有形和无形可以随时的转换。我们攻击和防守的同时，也是一样可以转换的。其实啊，我对道家也是一知半解。道家的理论非常的深奥，就说拳法，讲求的是无为而治，不是不作为，而是顺其自然的治。而且我理解道家所谓的无形，就是说拳路的变化是无规矩可循的，拳的最高境界就是无形。等一会儿，我记一下。你继续说。道家的理论非常的多，它要求我们从小习武开始就要讲究心静，也就是心无杂念。为什么我们道家里面的道士要隐居在深山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就是要抛开一切杂念。
在尘世之中，我们练功要心如止水；但在格斗中，我们不能老想着胜与败，因为那样会使我们的身体僵硬。只有我们心如止水，才能做到出拳随心所欲，才能把有形化为无形，才能达到无为而治。教授，我在您的面前班门弄斧了。哪里哪里，非常独到，非常精辟。教授，这本击剑的书可以借给我看看吗？当然可以啊。你怎么想学击剑了吗？我想在击剑中肯定有对拳术有用的东西。哎，小龙啊，我看咱们还是出去活动活动吧。咱们不能光在这里谈哲学，冷落了这两位朋友啊。没有没有，教授，我们听得正起劲儿呢。教授和布鲁斯里说的我听不明白，我更想看看你们真刀真枪的练上一练。你想的真理解我。好，我们就练练吧。我也想见识一下伊诺教授的菲律宾拳。我也想好好跟你学习学习中国拳呢。好啊，走。这招不错，布鲁斯的体系又该进步了。怎么样？来，你来。好。来，连贯。对，好，这样好极了。对，然后往上。对，好，明白了。打，啊，再打，这抬肘，抬肘去。这样抬肘，这样，哎，对，然后这样。伊诺教授，我觉得菲律宾拳它非常灵活，速度快，变化多，只是它的力量还不够。木村，布鲁斯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咏春拳讲究简单直接，在防守的同时也要进攻，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特点。可是它的步伐还有一些局限性，在近距离的时候非常实用，可是在中距离到远距离的时候，咏春拳的技法就不行了。那你看啊，如果我的步伐是这样，怎么样？这样，在中远距离。好，我们再来。我们现在试一下中远距离的对抗。我出左拳，紧跟着我的右拳马上出击。我觉得我们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一直在想，怎么可以让咏春拳简洁实用的特性发挥到极致，还要把取中心线的理论和拳击的力量融合在一起。这怎么可能呢？西洋拳和咏春拳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来，我们试试，试试。好。我刚才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这个就是取我们咏春拳的简单明了，用右手进攻，再加上拳击灵活的步伐。你看我跟你对打的时候，一直都保持着中心线，这一点很重要。来，我们再试一试。好，看，哦，进攻的同时也是防守，这个非常重要。在防守的时候是进攻，在进攻的时候也要保持着防守的姿态。你觉得怎么样，伊诺教授？你非常了不起啊！我觉得你还应该更多的了解各家的拳法。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想要跟各路的拳手实战切磋，才能提高我的水平。对，为了熟悉所有的拳种和拳术的理论，我想过亲自到各个武馆跟他们切磋。可是如果这样，很容易被人家误解。小龙，百类比武容易树立敌人，这样不利于提高自己的水平。我觉得第一，不尊重别人；第二，浪费时间。可是，我还有别的办法吗？办法吗？哎，你有没有想过到各大学去讲学？我的武术只是刚开始，还没有成型。小龙啊，我觉得你太谦虚了。其实你已经了解了各种拳法的长处，只是需要提高而已。布鲁斯，伊诺教授请你去讲学，你为什么不去？小龙，我也觉得伊诺教授说的很有道理。
怎么样，小罗？还需要考虑吗？好吧。手臂要高一些，出拳要有力。回队。下面开始对练，你们按体重找对手。是。好了，你，跟我走，站好。我为你们感到耻辱，丢人。空手道是日本的国术，你们却输给了美国人。美国人和欧洲人鄙视我们日本人，你们知道吗？虽然我们是战败国，可是我们大和民族的武士精神绝不能败，绝不能输，不能！布鲁斯，太漂亮了！真没想到你能把击剑的动作用在拳术上。其实，那天我看了你借给我的书以后，我就琢磨，击剑技术也有它的可取之处。就像刚才的跨步击剑，我们咏春拳讲究重拳在前，这个动作和击剑动作极为相似，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距离远，力量大。过去我出右拳的时候，跟不上步，击打的距离就比较短。但是我学了跨步击剑动作以后，身子一下子跃了出去，打击的距离也就长多了。哎，小龙，还是给我演示一下咏春拳的寸拳吧。好啊，来啊。能够1寸之内把纸打碎，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寸拳主要靠寸劲儿。所谓力从地起，从腿、腰、肩、身体一线打出去；力从地经过腿、腰、背、肩到拳，力量集中于一点发出。这就是我说的寸拳。因此，拳头就像鞭哨一样，当你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拳头的时候，突然爆发的力量，足以把牛皮撕裂了。爆发。教授，您为什么不试一试？这个我留着。好啊。你一定要放松，手腕不要太紧。当你形成了爆发力以后，这样再打出去。好。还不错。小龙啊，我给你联系了几所大学，明天就从我们大学开始。好啊，谢谢教授。早上好。嗨。一诺山度先生，你为什么请一个中国人来我们大学讲拳术？这不可以吗？你请他来是对我们从事拳术教学老师们的蔑视。各位老师，你们听我说，这位李小龙先生精通各国拳术，到时候你们看了就知道了。他精通什么拳术？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吗？他纯粹是个无名之辈。是啊，他现在的确是个无名之辈，不过他将来的成就不可估量。
一诺教授，你把这个中国人吹捧得太高了吧？山田教授，你可以不相信我，不过各位老师，如果你们听了他的演讲，看了他的表演，我相信你们就知道了。我倒想见识见识。咏春拳里面强调，我们和对手对打的时候，在脑子里面假设一个中心线，这个中心线就是对手的中线部位，而这个部位也就是我们攻击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出拳、踢腿都要对着中心线。为什么呢？请大家看，因为这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按照中心线的原理来打，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击中目标。在防守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偏离了这个中心线。偏离了这个中心线，我们就不能及时进行反击。布鲁斯，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为什么要去挑衅人家啊，布鲁斯？这不是挑衅，你不懂。这不是挑衅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挨打？你根本就不懂，这不是挑衅。我懂，布鲁斯，你就是一个好斗的人，我说的没错吧？如果不这样，我什么也学不到。我真是不懂你了，你为什么要去挑衅？为什么要去找挨打呢？这是为什么？你告诉我，布鲁斯。琳达，你不要和我这样说话，好吗？要不是为了武术，也许我们根本就走不到一起。这是我说的实话。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在香港，我有着一直等待我的秦小曼；在美国，有给我提供别墅、汽车和金钱的阿罗约。我没有跟他们走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反对我从事武术。而琳达，你知道吗？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主动站在我的队伍当中的。现在，为了我的武术，你首先应该学会理解我，不然的话，怎么样？那就离开我。那就离开我，那就离开我。柔术在对打的时候非常实用。它有投技、舍身技，还有擒技。擒技里边又分固技、脚技、关节技，非常适合制服对手。可是他没有击打的动作，在格斗的过程当中，往往处于劣势。空手道打击的距离比较远，力量也强，可是就因为击打距离远，所以速度变慢，更容易被对手深入他的中心线来攻击他。看，另外短距离的对打是他的弱点。因为他出拳的时候，不是按照本身的中心线进行的，稍有偏差，就不利于防守反击了。胡说！他刚才讲的全部是谬论。对，谬论。这个中国小子贬低拳击、柔道和空手道，是为了推销他的什么咏春拳。他不是一个武士，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对，骗子！你和你的徒弟们刚才表演的全都是花架子。你要是真有本事，敢和我比试吗？当然。我要让他不到1个回合就趴在地上。
朋友们，你们看清楚了吗？哦，上帝呀！我看李小龙只光功夫好，而且他的理论也很有说服力，知道吗？恐怕所有的传授理论都得让他推翻了，太不可思议了，简直不敢相信。伊诺教授，哦，伊诺教授，请你原谅请来的李小龙，那天我们对您的传授理论和您的不一样。太棒了！您认为他的理论对吗？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么好的功夫，哦，太棒了！闭嘴！出去！出去！都出去！伊诺教授，伊诺教授，你怎么了？小龙，小龙，什么事？伊诺山度教授突然生病住院了。什么？你带我去。伊诺老师，伊诺教授，您怎么了？伊诺老师，您的身体好好的。伊诺老师，您怎么会突然发病呢？伊诺老师，教授，怎么会这样？我们走吧。伊诺教授怎么好像不想见我？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我在讲学的时候评论各家拳法的成本有错误？还是我对山田正群出手太重了？我想有这几方面的原因。如果山田正群不侮辱我，我也不会出手那么狠。再说，我已经对他手下留情了。可是小龙，你想想，伊诺教授是体育学院的权威，山田正雄是他的手下。本来是一场学术讲演，结果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我想，伊诺教授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他一定很难过。我这个坏脾气，哼，真混蛋！我想，也许伊诺教授觉得没面子。难道我面对山田正雄的挑战和谩骂，该无动于衷吗？布鲁斯，我想你们多虑了。我了解我的老师，伊诺先生的心胸非常的宽广，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生气犯病的。那又是为什么？